这边还有个很大的一个包厢，是8人的一个大包厢。这个就是我本人，这些都是在国内拿的一些奖牌、奖杯，也是去参加过很多个比赛，拿的一些牌子。我经常会来到这边做直播，因为我本人也是特别喜欢这个自媒体嘛，然后经常会到这边去直播，还有一些早上的时候也会在这个整个岛上去跑步、去健身，因为比较喜欢健身。前面的一些快艇啊、一些船舶啊，都是这边的当地人比较有钱的一些人们会把一些船啊就买了，然后停在这边，等夏天的时候开到里面过去那个多瑙河去游玩。很多人都说动物在学咱们人类，其实咱们人类是去学很多动物的，包括一些什么都是学动物的，建房子啊，还有很多的东西全是模仿动物，包括现在的天上的飞机，什么6代机也是模仿这个动物的一个飞行。我本人是来自咱们中国贵州，然后是一个少数民族苗族。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在贵州农村啊，就我们90年代的孩子的话呢，之前的确是受过很多的苦。我本人才就是上学啊，就只有个初中的一个文凭。读书嘛，那时候是特别的调皮捣蛋。然后就出来，15岁就搞工地了，而且那时候没有力气，工地的活太累了，我都搞好几次都中暑，在楼房里面就已经眼睛就马上很模糊看不到了，都感觉想吐又不是吐，后面我知道是中暑了。我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子的，2个都是同样的一个感觉，后面就下来打杂搞一些杂活。17岁吧，然后呢就去和别人打工，去做工地，也去过煤矿，后面又去一些装修的一些借助的一个工地嘛，去上班，上2、3年吧。后面就一直选不同的行业，这个那个的去做，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呢，才会去进了厨房。刚去的时候是做洗碗，但是那边的一些厨师长感觉我这个人是特别的勤快，然后就慢慢的就叫我到厨房去学习一些切配啊，还有一些划单子啊，这些打荷嘛，然后一步一步的。我是2010年选择进了厨房，然后呢到2014年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属于炒锅了吧，炒锅，然后工资能拿到个5000，而且是在我们贵州的一个本地贵阳，做的是海鲜，所以说薪资是比较好的。后面感觉炒菜的话呢，烟雾太大了，油烟太大了，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心肺的一个以后的将来的一些不好。后面才慢慢的学去做火锅，做一些比较有艺术的东西，就比如是雕刻啊，雪雕啊，还有鱼雕啊这些，还有一些高端的一些海鲜，这样子会稍微好一些，而且薪资也是比较好，也是很多的辛酸啊。但是呢，现在已经过去了。那边很多的乌鸦，还有天鹅。我每次来到这边的时候，这个天鹅就会朝我过来啊，每天都是这样子。像这个乌鸦啊，在很多书上看到啊，这个乌鸦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一个鸟，它也会欺负一些别的鸟类，像一些什么鸽子都会常常被它欺负，而且别人说是这个乌鸦它懂得因果关系的，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鸟类。你看我现在是一个人在这边嘛，也没有什么亲朋好友的，但是每一次我想就是出来散步，就是过来踩这个沙子，踩这个沙子也是一种特别减压的一种感觉。这个声音也是挺好听的，而且它这边湖面也是比较轻，
也干净，然后我就感觉心里面是特别的舒服的。目前来到这边，然后呢，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，对这个城市是特别了解了。因为我本人喜欢去开直播，然后呢，也是喜欢走嘛，把整个城市都基本上走完了。前是走路，因为走路能健身嘛，也能减肥。之前我都忒胖了，然后现在都给整个人都瘦下去了。然后现在也是比较一个乐观的一个状态。因为刚来这边的时候，我是从咱们北京、上海，就是江浙沪一带就发达的一些城市过来，到这个像一个还不如咱们的一个好一点的县城，然后心里会有一点落差。但是久而久之吧，也去接受别人吧。它本身就是小国家，而且它也不是发达国家，然后就习惯了，感觉就挺好吧。但是它这边的一个生态环境是比较好的，空气啊，还有一些河流啊，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污染，物价也能接受，还是比较不错，还是比较喜欢的。像我们这个级别的是属于是总厨级别，然后呢，包括我本人现在也就是50多个、60个 W 的一个年薪，也属于是高收入人群了吧。打工的话还是不错了，国内都是2.2、2.8左右的一个薪资。之前有好几家公司也聘我过去，都是2.5、2.2这样的一个薪资，那很多都没有去。还算是比较好的打工人吧。我自己在国内创了一个团队嘛，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拍的艺术海鲜制造团队，然后有20多个人，基本上里面都是厨师长、总厨，都是这样子的。而且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个创始人，然后也有一些知名度，自己也喜欢拍一些视频啊发在网上，然后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老板来找咱们去做一个合作。这样子，但现在人在海外的话呢，很多单子都没有去接，就安心的把海外的自己家店给它做好，就没有其他的想法了。我现在整个就生活状态还有一些想法，我就挺满足的，就是特别的喜欢现在的当下的自己吧，是这样讲。然后也是无忧无虑，没什么压力的。很多事情今天发生了，明天就可能就忘记了，或者说也没有去规划明天的一个什么大的事情，就让它这个世界就让它就是无常就行了，接受这个无常，能发生的就发生，不能发生的就慢慢过就行，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要求。小时候是一个比较调皮的人，然后呢也没有人去管嘛，然后都是随着自己的想法，但是呢慢慢逐渐的长大，然后通过一些看书，就把自己的心智磨得比较成熟。说以前如果是说有什么比较不好的事情发生过，还是好的事情发生过，我都全忘记了，感觉就已经活在当下了，就没有去想过多的事情，明天的事情，或者是昨天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。这边当地人的一个生活状态还是比较松弛的，因为他们像咱们现在在这里，整片前面那一片都现在是星期2吧，然后没什么人，但是星期6、星期天的时候人特别多，从这里排到那边去啊，都妻儿老小嘛，都会在这边喝咖啡啊，畅谈人生啊。他们老外的一个思想啊，就来到这个世界是比较短暂的一生，然后呢，尽可能的抽时间去陪自己的妻儿老小以及父母啊这些。这个就是我对当地人的一个认知啊，反正感觉他们过得比较无忧无虑吧。这个可能是人家没有这个房贷车贷以及读书孩子的一个教育问题吧，还有这个医疗的一个问题吧。他们这边不是免医疗，然后也是免教育嘛，所以说这2大压力都没有了，所以说人过得就会轻松很多。那在前是咖啡厅，要不咱们坐在这里喝一杯？好，咱们喝咖啡去吧。
反正人生就这样子，就是一个过程，就享受，尽情的享受就可以了，就不会无忧无虑。今天的事情忘记掉，明天、后天的事情，再去慢慢的去经历就好了，什么都不要想，静止思想，就感受世界就行了，感受这个大自然。走了万里路，然后现在到欧洲了，然后也是属于万里路了。然后读书读了万届书，也基本上每年的一个学习量应该是在一个20-30本书的一个学习吧，最少。啊，你自己真是喜欢看书是吧？对对，而且看的都是一些比较内容好的书。但是呢，因为口才的原因，表达不出来那么多，但是都记在脑子里面的。有很多东西在不经意间我就知道这个事情的一个因果效应吧，就这么讲。这个事情要该做还是不该做，人要怎么活，怎么去处理一些什么事情，基本上是在大脑给记下来了，都没有去讲，可能是讲不太出来，是这个状态吧。现在也很好了，32岁左右的年龄，然后呢，思想也是比较开阔，也是比较喜欢自己了。现在虽然是15岁就出来，但是以前很傻的、很懵的，都不懂。像之前我是抽烟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对于戒烟这个问题，100个人当中顶多有1个人能戒成烟。所以说能把一些戒成的这些人，他都有大量的一个知识在支撑，他不可能是一个人没有一点什么支持，一点知识都没有经过大量的阅读去知道这个吸烟的这个有害身体，他是戒不成烟的。所以说能戒成烟的这些人都是比较厉害，这是我承认的。因为我包括我自己啊，能戒成烟，我就也挺觉得自己挺厉害的，因为都是整天在跟一帮抽烟的人在一起嘛，然后肯定也会想抽。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很难受，但是过了个5-6天之后，就慢慢的就接受，慢慢就好了，一根就不要抽，断崖式的去戒烟。我是比较喜欢大自然的啊，这个大自然是有，比如树啊什么，它自己有它自己的一个智慧的，包括那个一些蜂窝，知道吧？蜂窝就是蜜蜂那个蜂窝，还有一些马蜂的一个蜂窝，它的那个窝都是一个全是六边形的，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就是说，它的材料，它搭建的材料是用的最少，但是空间会达到最大化的一个状态。因为我们是贵州苗族。我们是吃那个蜂蛹的，所以说每次就到了秋天就会去，找一些蜂蛹过来吃，然后看它那个壳啊什么的一个，它的里面的一个设计，就是它的一个蜂蛹的那个巢穴嘛，它一个设计也是比较，属于是完美借助吧。因为有一天我去就看到一窝蜂巢，然后呢。那时候已经是比较冷了，应该接近12度到13度的一个秋天。然后那天我去把那个蜂巢给挖出来嘛，伸手进去，真的都是很暖和的，就很保暖的那个状态。这个蜜蜂它怎么知道，建造这个6边形的一个蜂巢，然后怎么会知道，外层又搞一个包裹，然后有很多的一个通风口，它是怎么去？知道这事情的，所以说大自然是非常有智慧的，包括这些树啊什么都是比较有智慧的，万物嘛，万物都是共生的一个状态，所以说好的一个生态环境就能保护好咱们的人类，不是咱们人类去保护好这个生态环境，都是互相的。你看这个树啊，就看，它2个树有一个空隙出来。它不会2个交叉，这个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智慧。他们是通过根茎的交流，它不会一个树搭着一个树，它多少都会有一个空隙。你看，整个树都有一个空隙，让他们更多的去接受阳光吧。我感觉有的人啊，就是他年龄有长了，但是他的思想，整个思想他就没有去长。但是有些人他的就是年龄长得慢一些，但是他的思想就是速度长得很快很快。就包括我自己感觉我自己啊，现在32岁左右的一个年龄，但是我总感觉这个思维可能达到个40多岁的一个思维，就感觉很成熟，看很多东西都一下子就会
看明白，即使不明白，也不会及时去评判这个事情是到底是错还是对，就让它再发酵一会儿，然后再去看，或者是说实在看不明白就不看了，就不管它了，是这样子的。包括一些人，他可能在50、60岁的一个年龄，但是他的观点，他就说这个事情不对就不对，他不做他就死活他都跳不出来，他就做不出来。本来是一个好事，你跟他说这个是好事，但他就是不做，做不了，是这样子的。觉得你这些思想的成熟是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大量的阅读。还有就是去自我去评判、去思考。我这个人做事情，首先别人炒个菜给我吃，我首先不会怀疑他炒菜是不是不好吃，我首先是我适不适合吃这个胃口的菜。有些厨师他就包括以前我们一些厨师他烤烧烤嘛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烧烤的，我平时特别喜欢吃烧烤，但有一天那个烧烤好像没什么味道。我都不会怀疑是他烤的不好吃，我是说，我是不是吃烧烤吃的太多了，然后呢，感觉突然就没有味道了，是这样子的。还有包括一些东北的一些厨师做菜，他可能就乱七八糟做，或者是随便拌一个凉拌就放在给我吃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别人东北的特色？我不会说是人家做的不好，我就一直就立马很快就想到是不是我不适合吃这个口味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先我自己行不行，再去看别人行不行，都是这样子的。包括很多一些就是像我们做厨师的去应聘一些高管的一些什么，你不可能说人家不要你是人家的问题吧，你可能是你的问题，你的技术达不到吧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你得要先考虑自己是不是自己的技术达不到，而不是说这个人看不上我就是他的问题，他的损失，这样去想。所以说现在很多东西能造就我现在就能有这么一个思想，也就是很多都是先考虑自己是不是自己的不行吧。然后30多岁能做到总厨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不容易，也是大量的思考，大量的自我批判吧，这样子的一个思维。很会做梦，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做梦，有时候会做梦，梦到一个特别好的场景，然后特别好的一个故事，然后呢，想当时就立马起床，然后立马把这个故事写下来，但尝试很多次都没有去写，这个是挺好玩的。我也现在想是在过了35岁，然后再自己去做一些创业吧。现在主要是打工，去慢慢的存大量的资金，然后呢，可能会留一小部分的资金过来做创业，完全不会投入很多，就是能投少就能投得少一点，做一点点来，低风险创业吧，也是低成本创业吧，是这么的一个想法。都没有烦恼，没有啥烦恼。我跟你讲，我很少去失眠，即使是失眠的时候呢，我可能是在思考问题，会失眠，但是我立马会起来，就立马会看书。就不会说生活的一个烦恼是不会的。失眠也是因为这些事情为什么没有想通，立马去翻字典，这个意思嘛。就这个字我不认识，我立马去找书去翻，就相当于翻字典这个意思嘛。及时的去读书。所以说比如说是可能睡到3点半我就醒了，但是醒的时候睡不着，我就不睡了，我就看会书，然后看到真的困了累了才去睡的。现在输入也是在国内来讲的话非常的可观了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始终好像没有去做自己一个事情，就是在打工的一个过程中，就是在为了一个想象中的明天，在牺牲当下的今天，我感觉特别的不划算。如果是只是为了打工的话呢，没有意思的。我想来到这个世界上嘛，多多少少都要自己的去走上自己的一段路程吧，就感觉就花个10年8年的去做自己的事情才是对的。如果只是为了打工养家糊口，我感觉一点意义都没有吧，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，还得要花个10年20年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，哪怕没有做好，那也是
去心满意足的去做吧。本身文化就不高，如果文化高一些，咱们还可以写作，然后写书，发在这个网上去，让它长期的一个就税后输入吧，所谓的，就是咱们睡觉的时候，他也自己能有一些输入，虽然不要求他这个经济就自由吧，财富自由，但是多多少少有点财富吧，而不是打工，工资再高，它不算财富，它也只能是个工资。现在想去创造自己的财富，所以说可能要花个10年8年这个时间吧。就是说，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福报、运气的储存嘛，然后就像那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很多鱼朝我涌过来，然后我在那里就布了一个网，然后很多鱼，就各种各样的，一些海鲜的那种鱼。石斑鱼啊、东星斑啊，这些都往我这边涌过来嘛，那是个梦啊。然后第二天，有一个人就给我发了一个新年的一个红包吧，花了200块。然后我说我不能收，因为我要保留我这个好梦在。我这个好梦不应该是200块，如果你给我这200块钱的话呢，我的好梦可能就破掉了。所以说我就没有收他的一个红包，就还是保留着这个梦啊，说不定哪天就。储存好了嘛，储存好了就会有一个什么特别大的一些惊喜吧，就这个意思。可能也是受家庭的一个教育吧，然后影响。像以前我爷爷他是一个农民嘛，但是他学中医，他经常去给别人看病。我就问他，爷爷你看别人病的话，人家给你多少钱？你整天都不在家干活就看病，然后他说：“你懂个什么？这是修因功，有因果的意思。”然后呢，我就也跟他一样去做很多事情的，就没有想到一下子去要多少钱，就把这个事情做好，就是行了，比较善良的一面吧。然后我经常给我叔打电话，也说，就是因为爷爷还有你，经常小时候带我，才能造就我现在的一个心态吧。因为每年我回家过年啊，什么都会给家里面带很多的东西。有时候就去年回农村吧，我都带了2条那个香烟给我们那个农村的那老人嘛，一人一包。所以说今天一个农村小孩出来，他能工资挺高的，然后呢还挺顺利嘛，对这个工作也挺顺利的，可能是有一些善良的福报。我现在是个厨师嘛，然后呢，也是在尽力把这个事情给做好，也是在做一些比较有艺术的一些菜，但是可能有某一天啊，做着就会跨行业的去做其他的事情，因为不去尝试的话，永远不知道哪个行业会更好。我平时会说，此时此刻的一个想法我会保留，但是我不会说，这个想法是最好的，因为往往一些这个优点，恰恰是咱们的一个缺点，会局限住整个人生，所以说还要大胆的去尝试一些，没有尝试过的一些行业，现在是这么想吧。